趁着金圈大小姐洗澡时，偷偷藏进了她的被窝，却没想到她误以为是某个不长眼的无赖，妄图玷污她，于是直接吩咐保镖连人带被子丢出去。我正想钻出来解释，保镖就已经粗鲁地拖拽着被子，我一下子滚到床下，扔出去，还不快麻利点！我扶着床站起来。三小姐，你要扔我，你不要我了！孟娇看清是我，整个人猛然一怔，差点把自己的心肝宝贝给扔了。深吸一口气，在我质疑的目光中走过来，一把抱住我，小脸紧紧地贴近我的胸膛。他对卧室里其他人说道：“都出去！”张管家和一众保镖赶紧退出去。你刚才是不是真想扔我？我都听见了。孟娇摸着我的腰，脸颊微烫。我刚才不知道躺在那里的是你吗？原来娇娇早就烦我了，不用你赶，我自己走就是了。孟娇紧了紧自己的手臂，抱着我的腰。谁说我不要你了？我心里清楚，他恨不得把我当祖宗拱起来，怎么可能舍得不要我？哥哥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你怎么会在我房间里？我知道孟娇心里在想什么，毕竟以前我那么讨厌她，总是故意绕着她的卧室走，也难怪她刚才那么笃定，床上的男人肯定不是我，因为这里有娇娇的味道啊。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我想睡了她。孟娇就那么站在原地，死死地盯着我的眼睛。娇娇，我能和你一起睡吗？孟娇怔愣一瞬，然后艰难说道：“回你自己的房间睡去。”啊！阿晨要是想来就来，想睡就睡，那岂不是显得我太没面子了？他嘴上虽然这么说，却压根没有赶我走的意思，反而走过去把门给反锁了。我拖着腮偏头看他，面上还努力摆出一副可怜的模样。可我一个人睡会做噩梦的。孟娇最终还是没辙，认命的看了我一眼，从柜子里拿个枕头扔在床上。我在心里默默叹了口气。前世我不懂什么是强制爱，错信渣女渣兄弟，死后才看到把我当宝贝的孟三小姐跪在我墓前，哭得撕心裂肺。好在我重生了，现在只想要和眼前的女人生宝宝。我迅速躺好，等孟娇一上床，把她紧紧抱进怀里。我能感觉到女人的身体瞬间就僵住了，充满了难以置信。她肯定在想我主动抱她了，这次不是为了给别的女人求情，也不是闹着要离开她。我能感觉她抬头看我，而我的意识也渐渐模糊，呼吸变得平缓起来，下意识地将怀里的女人再次紧了紧。孟娇的小手还紧紧抓着我的衣角，盯了我好一会儿。没过多久，我的身体开始发抖，我又梦到了自己的葬礼，梦到了那个坐在轮椅上为我抚摸的女人，额头上全是冰冷的汗。她的眼里满是心疼，伸手说道：“阿晨别怕，我在。”她的吻轻轻落在了我的唇角，而我也感到莫名的安心，睡了过去。翌日一早，孟娇还没醒，我就起床开始吩咐下人，把我房间里的东西全都搬到三小姐房间里来。既然要实力出奇，那必须得睡在一起啊，哪有分房睡的道理？张管家听完我的话，一脸为难。我知道他肯定是怕我伤害了他们家三小姐。不住一起，阿晨少爷都经常把三小姐气进医院，这要是住一块了，那还不得翻天？更何况三小姐的身体还有隐患，她有严重的躁郁症。上回她发病的时候，几个保镖不是死就是重伤。张管家一脸无奈地跑去请示孟娇了。女人刚醒，还没搞清楚状况，但是听到是我想搬的，便开口道：“阿晨想搬就帮他搬，可别让他伤到手了。”一想到阿晨要跟自己同住，孟娇那难以掩饰的激动，就像猎人终于等来了主动上钩的猎物。在他看来，这可是我自己送上门的。张管家刚想在旁边劝些什么，女人就坚定道：“阿晨不会的。”我一个人待在家里，琢磨着以后到底该怎么办。就在这时，陆家的电话打了过来，我眉头一皱，陆彻的声音里满是不耐烦，对我这个名义上的儿子没有半点关心。凌晨，你赶紧把100给我弄出来！我可怜的100啊，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，都怪凌晨这扫把星。他嘴里的宝贝儿子是陆100，那个陆家的皇位继承人，而我呢是陆家的养子。说的好听是养子，其实活得连个佣人都不如。就在几个月前，陆彻生意失败，竟然想把我卖给一个80多、大小面都世间的女人换利益。是孟娇把我带回了半山别墅，要我救陆100，可以啊，可惜啊，三小姐她不听我的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上一世就是陆100用一场车祸亲手害死了我，还让我救陆100，我恨不得他现在就去死。电话那头传来伤婉的咆哮声：“我不管，你就是跪下来亲吻孟娇的脚，也必须把100救出来。凌晨，你别忘了，100就是因为你才回不了家的。”我怎么可能忘？就是陆100陷害的我，又伤害了孟娇，还假惺惺的帮我私奔，结果被孟娇给抓了回来。孟娇彻底怒了，直接把陆100和江江那个渣女抓起来，一顿折磨。凌晨，你赶紧想办法让100回家，听见没？听着这颐指气使的强调，我嗤笑一声。他既然自己找死，那谁也救不了他。凌晨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忍心看着100受苦吗？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我直接挂了电话，勾起嘴角。我绝对不会放过陆100，我要让整个陆家都付出血的代价。什么？凌晨那个男人要跟你住一间房？不行不行，三姐，你可千万不能信那男人的鬼话，他这么说100%就是为了骗你。孟娇眼神变得越来越阴了。三姐，你别自欺欺人了，凌晨的男人有多少花招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顾念念清楚的知道，凌晨3个月前翻窗逃跑被抓回来，还用刀划伤了娇娇的胳膊。还有1个月前，凌晨抓了只老鼠放进娇娇的卧室。凌晨那个男人住在这的几个月，
孟娇对凌晨就是无比纵容，不管凌晨怎么伤害她，她都绝不允许别人动那个男人一根手指头。就连上次被凌晨气到发病，她第一个念头竟然还是护着那个男人。顾念念想不明白，凌晨这样的男人凭什么能让三小姐对他这么好？三姐，他这次就是故技重施，用的就是美男计，让你信了他，他保准一脚把你踹了。而孟娇只是静静地坐着。闭嘴！顾念念似乎还想说什么，孟娇一记眼刀甩过去。再敢多说一个字，就滚去非洲当医生。不管阿晨是出于什么目的，只要他愿意靠近我，我就会把全世界都给他。回到百山别墅，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，脑子里一团乱麻，等了一整天都没见到娇娇的人影。我忍不住问长管家：三小姐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三小姐忙完工作就会回来的。听到这模棱两可的回答，我扫了一眼别墅外的保镖，就这点人，根本困不住我。只要我想，随时都能走。上一世我不敢走，就是怕我离开后孟娇会对陆家下手。但其实凭我的身手，这10个保镖加起来都不是我的对手。我盯着大门的方向看了几秒，一辆宾利缓缓驶入，那道熟悉的倩影从车里走了出来。我立刻笑开了花，冲他快步过去。你回来了！不等孟娇反应，手臂沉稳地环住她的腰。我偷偷垂眸瞄了一眼，发现她的脸颊悄悄变红了。阿晨又抱我了，还是主动的。这让他又想到了那天晚上的事。那天孟娇回到卧室的时候，我正陷在噩梦里，梦里是电闪雷鸣的雨天，在冰冷的墓地，孟娇痛苦地跪在我的墓碑前。在梦里，我被巨大的恐惧包围，我不知道孟娇就站在床边看着我，眼神冰冷刺骨，指尖都在发抖，嘴角勾起一抹苦涩的笑。我猛地被吓醒，一睁眼就看到孟娇，想都没想就将她抱在了怀里，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死死抓着她。孟娇的身体瞬间就僵住了，小心翼翼地回抱住我。做噩梦了。超级可怕的噩梦。娇娇，你不要离开我。阿晨别怕，就算豁出一切，我也会护你周全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。孟娇温柔地拍着我的后背，安抚着我，然后给我掖好了被子。我故作可怜兮兮地看着她。我不敢一个人睡。那我明天给你请个心理医生过来。我瞬间无语了。啊！让我抱着你睡就这么难吗？真是个木头。看着我有些生气的表情，孟娇还不知道自己哪儿说错了，只能小心翼翼道：那我给你讲故事，陪你一会儿，行吗？只见他从书架上抽了本书，刚开始还挺正常的，都是一些典故，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这故事的画风就变了。很久以前，有个单纯善良的书生，完全不懂外面的人心险恶，不顾妻子的规劝，最后被外面的狐狸精骗走了双腿。我彻底无语了，这是哪里的典故啊？我明白了，孟娇这家伙是故意的，就是想把我逃跑的念头掐死在摇篮里。他就是想让我知道，别想离开，永远都别想，不听话就得断腿。不听了，不听了，我要睡觉。再听这种故事，怕是要留下心理阴影了。一把拉过被子蒙住了头，再听这种故事，怕是要留下心理阴影了。第二天，我百无聊赖地坐在客厅，正胡思乱想着，突然一个声音响起：哥，我可算见到你了。我抬头一看，陆一白冲进了别墅，直奔我这边跑来。我看着他跑过来的身影，眼神瞬间就冷漠了下来。终于见面了。陆一白一把抓住我的手，开始哭诉他的委屈。我之前帮你逃跑，结果被三小姐的人抓了，关进了地牢里。孟娇就是个魔鬼，她不但关着我，还派人毒打江江姐。她就是个冷血的毒蛇，什么残忍事都干得出来。听着陆一白在我耳边喋喋不休，我用余光瞥了他一眼。陆一白还以为我这眼神是在恨孟娇，于是更起劲地怂恿我：哥，你不知道，江江姐姐现在都被折磨得不像样了。孟娇那个人心狠手辣，哥，你可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江江姐。我皱了皱眉，脸上看不出半点着急和担心。怎么还没死呢？陆一白当场就愣住了。哥，你在说什么？那可是江江姐，你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她被关在地牢里啊？我若有所思地盯着他。确实不能这么容易放过那个渣女，光是囚禁根本不够。这时，房间外的顾念念紧紧地拉着孟娇的手道：三姐，你快看，凌晨终于暴露本性了。从他俩那位置，刚好能看见客厅里的一幕。他就是偷偷把陆一白从地牢放出来，再让他进这别墅。我要去拆穿凌晨的真面目。我就说凌晨这段时间是骗你的，他全是在演戏，就想让你放过那个野女人。顾念念的表情得意洋洋，我像自己戳破了什么惊天阴谋。他心里暗自庆幸，把三小姐带来了。这次必须让三小姐看清凌晨这男人。孟娇就站在原地，周身散发的气息却越来越冷。难道阿晨真的只是欺骗我吗？要是折断你的腿，你是不是就能永远待在我身边了？我还没察觉到周遭的杀机。前世孟娇明明是被我以死相逼才肯放了陆一白和江江，这一世我分明没有开口求情，娇娇竟然还是把陆一白放了进来。不过也无所谓，既然主动送上门，我绝对不会轻易饶过这对渣男贱女。哥，只要你让我搬进别墅，等三小姐爱上我，她玩腻了，自然会放你和江江姐团圆。
我冷哼一声，你可真是我相亲相爱的好弟弟。陆一白装出一副设身取义的样子。为了哥的下半辈子，我吃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？只要哥能和江江姐远走高飞，我甘愿留在这儿，替你承受所有的痛苦。2楼走廊的孟娇神情愈发清冷。阿晨这又是打算找个男人来勾引我吗？他冷笑一声，嘴里不停念叨着。我早就该明白，阿晨对我这种人根本没有半分真心。陆一白见我一直不说话，便直接用命令的口吻道：等三小姐回来，你就闹绝食，逼她让我正式住进来。我冷嗤一声，闹绝食，这种招数也太低级了。一白，不如我直接把你杀了，你的尸体就能永远留在这里了。还没等陆一白回过神，我猛地伸手死死掐住他的脖子，直接将他整个人提离地面。他双腿乱蹬，拼命挣扎，可那点力气在我眼里简直跟蚂蚁一样可笑。周围的佣人们全都被这一幕惊得目瞪口呆，却没一个人敢上前阻拦。顾念念在2楼走廊上急得抓耳挠腮，这2个男人怎么突然起内讧了？不应该商量着一起逃跑吗？最让他感到后背发凉的是我眼里的杀气明显是动了真格，反倒是那边的孟娇气定神闲，嘴角甚至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。就在陆一白快要窒息的时候，我突然松开手，他像烂泥一样瘫在地上剧烈咳嗽。但这可不算完，我随手捡起一把用来修剪血松的尖锐剪刀。三小姐最讨厌到处乱跑的男人，你这副样子怎么勾引她？不如我亲手帮你吧。话音刚落，我攥紧剪刀，陆一白的腿瞬间传来尖锐的疼痛，他惊恐地瞪大双眼，一边后退一边凄厉地惨叫着：不要，你不要过来！我握着剪刀步步逼近。你不是想留在三小姐身边吗？那还躲什么？上一世陆一白为了害我策划火灾，孟娇是为了救我才落下残疾，导致她后半生只能坐在轮椅上。只要一想到那双废掉的腿，我的心就像被尖刀反复搅动一样疼。所以这辈子我要先废了陆一白，亲手为我的娇娇报仇雪恨。别墅里的佣人们全都吓傻了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陆一白的腿变得血肉模糊。就在整间屋子陷入死寂般的惊恐，孟娇冷着脸从门外迈步走了进来。阿晨，听话，先把剪刀放下，小心伤到你自己。我看向女人，漆黑的眼眸里充满了恨意。陆一白趁机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。哥，上次是我没能帮你私奔成功，你何必发这么大火记恨我呢？他看向孟娇，三小姐，我哥只是太想念江江姐了，求您别怪他，他也是一时糊涂才对我动手的。我眼神冰冷地盯着他，哪怕大腿血流不止，陆一白依然死守在这里不肯走，毕竟这是他唯一能赖在半山别墅勾引孟娇的机会。他捂着伤口，三小姐，我真的好疼啊！看着他恶心的表演，我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。给我闭嘴！少在这臭不要脸的勾引我家三小姐！孟娇听到我的话后，身体竟然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。我家三小姐，她那双水润的眸中满是不可置信。这是终于肯亲口承认我是她的了吗？我目光扫到孟娇时，心里突然咯噔一下。糟糕，我刚才表现得那么暴力残忍，是不是在她面前把人设全毁了？我忐忑地转过身去，不安地抿紧嘴唇。娇娇，我刚才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孟娇眼神里满是快要溢出来的溺爱。那阿晨告诉我，刚才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是他人非要搬进这别墅住，还要故意让你讨厌我。我这辈子最见不得别人惦记你，是我的，谁也不许抢。我像个守护最心爱玩具的孩子一样，死死抱紧了孟娇，眼神里满是偏执的占有欲。孟娇神情凝重地跟着点了点头，语气里带着前所未有的坚定。没错，我这辈子都是你一个人的。我在一旁简直看呆了，觉得孟娇这辈子算是彻底栽在我手里，没救了。孟娇理都没理地上的惨状，直接拉着我朝2楼走去。三小姐，地上这个该怎么发落？顾念念看了看她的伤势，如果不救治，怕是真的会死。她那副担心的样子，显然是怕我手上沾了人命，会给孟娇惹来麻烦。给我扔出去！女人冷冰冰地丢下命令，继续头也不回地往前走。顾念念在后面一脸无语。孟娇突然停下脚步，冷冷地看向顾念念。既然你这么闲，那就去停尸房给我待1个月算了。顾念念吓得腿都软了，一脸崩溃。三姐，我求你了，我真的不要去守停尸房啊！娇娇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残忍啊？孟娇面无表情地回了一句：因为你话太多，吵到我的阿晨了。顾念念彻底傻眼了，站在原地一个字也蹦不出来。孟娇动作轻柔，细心地帮我擦拭手上的血渍，那副虔诚的模样，简直像在对待什么稀世珍宝。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。娇娇，我说什么你都会相信吗？信。稍微顿了顿，眼神深情地注视着我。只要是你说的，我全都会信。我听着他这坚定的回答，心里酸涩不已。他信我，不是因为我的借口多完美，仅仅是因为我开口了。孟娇看着我，继续温柔说道：阿晨，从今天起，你可以自由进出半山别墅了。我激动的差点跳起来。娇娇，你真的同意让我出去了吗？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他眼神里闪过一丝不安，显然还是怕我这一走就彻底消失了。你说吧，
只要能让我自由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孟郊语气突然变得清冷，不准跑到我找不到的地方，更不准去见那个野女人。我疯狂点头，像是一个大金毛一般。我发誓，我以后全都听你的。孟郊再次抱住我的腰，阿晨，这已经是我最后一点坚持的勇气了，算我求你，真的别再想着从我身边逃走，好吗？他那副脆弱的样子让我心疼，我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后脑勺。不逃了，我这辈子都永远留在娇娇身边。我任由孟郊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寻找慰藉。阿晨，你要听话一点，以后我会拼尽全力给你全世界最好的东西，只要你能一直留在我身边。他低声祈求着。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求我听话了。我原本满脑子都是怎么去弄死那个渣女，可一想到孟郊不准我去见那个女人的要求，我只能暂时作罢。虽然暂时不去收拾渣女，但我那个好弟弟，我绝对不能让他有好果子吃。就在这时，路车那个便宜老爹把电话打过来。秉辰，你现在立刻给我滚到医院来！去医院干什么？难道是有人要给我收尸了吗？路车在那头气得暴跳如雷。你这是跟老子说话的态度吗？我可是你亲爹！你看看，你把一白伤成什么样了！命令你现在就给我滚过来，跪下道歉！我忍不住冷嗤一声。他还真把我当成以前那个任由他拿捏的软柿子。不过既然他主动送上门，这倒是个亲手收拾那群混蛋的好机会。既然一白伤得那么重，那我这个当哥哥的确实该过去送他一份大礼。只要他还没彻底变成残废，那我就不介意再亲手帮他送进地狱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看向孟郊，告诉他我打算去医院走一趟。他瞬间一脸紧张地打量着我。好端端的去那种地方干什么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，受伤了？我摇了摇头，示意自己没事。只是陆家那边有点事，非要我过去。他的脸色也变得极其阴冷，毕竟他很清楚，这些年陆家根本没把我当人看。孟郊冷冷地开口提醒，那种烂人不值得你特意跑去浪费时间。我捏了捏女人的小脸，语气坚定地告诉她我知道了，以后我也绝对不会再被那群人利用了。这次我主动提出去医院走一趟，当然是为了去亲眼看看那群跳梁小丑。孟郊见我态度坚决，也没再阻拦，只是不放心地拉着我的手，说要陪我一起去。他心里始终怕我吃亏受欺负，在他看来，陆家那群人就是一群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虎豹，生怕我掉进狼窝里。不过很快，我就会用实际行动让娇娇明白，这些担心纯粹就是多余的。现在的我可不好惹。当这辆霸气的黑色宾利路过一家装潢精致的花店时，我示意司机停车，然后独自走了下去。花店老板娘一见游客上门，立刻热情地迎了上来。帅哥，想送给谁啊？要不要我帮你专业推荐一下？我语气平淡地回了一句，不是送给谁，只是打算去医院看望一个惹人厌的病人。那买束百合花吧，去医院看病人送这种花最合适了。老板娘热心地指着旁边那堆洁白的百合，我压根连看都没看那些百合一眼，在店里仔细搜寻了一圈，终于在一个不起眼的阴暗角落里找到了我最想要的那种花。我随手抓起一束开得正艳的白色大菊花，拿到孟郊面前晃了晃。娇娇，你看我给陆一白选的花怎么样？老板娘当场就愣在了原地，惊恐地提醒我，先生，这种花通常是送给死人的，活人送这个真的太不吉利了。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我要的就是这种不吉利，越晦气越配得上他那种烂人啊！老板娘彻底被我这波操作给整懵了。就在老板娘忙着包装菊花的时候，瞄了一眼旁边站着的那个金贵女人，心想这个男人看起来的确帅气，但是脑回路实在不敢空违。反倒是这个女孩子看起来单单纯纯，没什么心眼儿。想到这里，老板娘便对着孟郊悄悄道：“小姐，我们店里其他的鲜花也特别漂亮，男生一般很少收到鲜花的，你要是送给他，他一定会非常开心的。”老板娘看了看我的背影，又对着孟郊露出一副意味深长的一步笑。孟郊突然一本正经地转头，语气认真地问了一句：“难道在你们眼里，爱人之间都是要互送鲜花的吗？”老板娘笑着打趣道：“那是当然了，现在谈恋爱的小情侣哪有不送花的？不送花那能叫浪漫吗？”孟郊压根没心思去理会老板娘奇怪的眼神，他突然伸手一把抱住我道：“阿晨，你到现在可还没给我送过花呢。”老板娘站在一旁直接石化了，我也被她这突如其来的撒娇给整不会了，满脸问号地看着这个权势滔天的女人。你确定这是认真的吗？最后从花店出来时，她看着手里一大束玫瑰，嘴角都快翘到天上去了，小心翼翼地把那束红玫瑰放在后座上，看着她那副视若珍宝的样子，心里一阵好笑，简直就差没找个香炉把花给供起来了。这架势我无奈地摇了摇头，笑着逗她：“娇娇，不过就是一束花而已，你怎么就能开心成这副傻样呢？”孟郊有些尴尬地轻咳一声，强行收敛住嘴角的笑意。我直接当场拆穿他：“娇娇，你的耳尖都红透了。”看着他这副纯情的模样，简直不要太可爱。孟郊一时间哑口无言。我悠哉悠哉地坐在副驾驶上，光瞥见他那张精致完美的侧脸。今天正好是个撩他的好机会，我不安分的小手开始搞起小动作，直接附在了女人的大腿上，指尖还故意的轻轻划着，
孟娇握着方向盘的手猛地收紧，我一脸漫不经心的感慨：这手感确实挺不错的，比我之前摸到的好多了。孟娇抓住了我那只在她腿上作乱的手，她语气瞬间变得清冷，甚至带着浓浓的醋意。到底是哪个野女人的手感，让你这么念念不忘？我一脸懵逼的啊了一声。娇娇，你别乱想，我是说你这裙子的料子手感特别好，摸起来质地很顺滑。孟娇握着我的手明显一顿，整个人都有些僵住了。那没事了。我故意装出一副好奇的表情。不是衣服还能是什么？娇娇，你刚才到底以为我说的是什么？孟娇深吸了一口气。我也以为你说的是裙子。我敷衍的配合着点点头，手却又一次大胆的放回了她腿上。说话间，我们就已经抵达了医院。此时的陆一白正狼狈地躺在病床上，双腿被绷带缠得严严实实。商婉和陆彻正围着他嘘寒问暖。陆一白一见亲妈就开始大声哭嚎：“妈，这全是林晨那个废物的错，他就是诚心想害死我！”他一边大喊，一边把桌上的水杯狠狠砸向地面。你都不知道他看我的眼神有多么恶毒阴狠。商婉赶忙一脸心疼的安慰：“一白，快别气坏了身子，咱们犯不上跟那种人生气。等那个凌晨待会儿过来了，我非得让他当场跪下给你磕头认错不可。”商婉小心翼翼地掏出一张银行卡塞给儿子：“一白，这是妈从你爸那要来的100万，你尽管拿去花。”听到这100万的数额，陆一白的脸色才总算缓和了些，可眼里那股子阴狠劲还是没散。陆一白满脸嫉妒地对着商婉抱怨：“妈，凭什么林晨命就那么好，三小姐居然能看上他，还让他住进半山别墅？林晨那个土包子根本不配留在三小姐身边，那个尊贵的位子原本该是我的。”商婉赶忙安慰宝贝儿子：“一白，你放心，妈一定会让那个人把属于你的荣华富贵全都吐出来。他这种人哪配享受这些？他一辈子都只配在我们陆家当下人。”我直接推开房门，冷笑一声：“是吗？原来在陆夫人的心里，我一直就是下人啊。”商婉正骂得起劲，猛然抬头看见我身后跟着的那个清冷美人，人吓得魂飞魄散，瞬间就哑火了。她那张老脸上撑起一抹极其尴尬的假笑。阿晨，你终于来了呀，快过来坐。她诚惶诚恐地看向孟娇：“三小姐，你也快请坐。”我立刻装出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：“我真没想到，在您心里竟然一直把我当成下人。听到这些话，我真的好难过。”商婉被吓得缩着脖子，唯唯诺诺的解释：“阿晨，你想多了，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骨肉疼爱，和一白那是完全没区别的。”原来是这样呀，我就知道陆夫人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最公正的人了。商婉见我这么好骗，暗自松了口气。我眼神犀利的盯着桌上那张银行卡，故作好奇的反问：“既然您把我当亲生儿子看，那为什么一白有的100万我却没有呢？”满眼委屈的看向他们。难道这些年来你们口口声声的宠爱，全都是用来哄骗我的谎言吗？听见商婉眼里闪过一丝鄙夷，满脸尴尬的搓着手：“阿晨，妈妈怎么会骗你呢？这张卡等过阵子妈妈再亲手交给你，好不好？”我心里忍不住冷笑，看来你们是铁了心，不想给我了呀。就算不把我当成亲生的也没关系，反正我早就习惯了。我失落的垂下头，身后的孟娇气息越来越阴冷，投向商婉的目光冷得可怕。陆一白见状，赶紧把银行卡死死攥在手里。一白，松手！商婉被孟娇盯得浑身发毛，她硬着头皮从陆一白手里夺过银行卡，递到我面前。阿晨，妈妈真没骗心，我只是看一白病得厉害，才想先给他用。既然你现在想要，那妈妈就先给你。这种演戏的戏码，我真是看腻了。每次在外人面前，他总能装出一副母慈子孝的虚伪模样，可只要回到了陆家，关起门来，他根本就没把我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来看看。我直接伸出手，面无表情地接过那张薄薄的银行卡，真是滑稽。明明嘴上说着是给我的，手指却还死死地捏着卡角不肯撒手。商婉那双眼睛恨不得在卡上蹦出个洞来。那就多谢陆夫人的慷慨了。我当着她的面把卡装进了兜里。这100万够让陆家心疼好一阵子了。我就是要看商婉和陆一白那一副吃了苍蝇又吐不出来的难受模样。果不其然，陆一白躺在病床上，气得浑身发抖，手指死死攥着被角。我顺手拿起旁边的检查报告，可惜了，送医太及时，竟然没让他落个终身残疾。看着报告单上轻伤2个字，心里忍不住泛起一阵失望，真是太便宜他了。哎呀，一白的伤势到底严不严重呀？需不需要卧床一辈子？我故意凑近了些关心起来。陆一白的脸瞬间涨成猪肝色，他怎么也没想到我这个罪魁祸首竟然还有脸凑上来嘘寒问暖，这分明是在他心口上撒盐，要诚心气死他才好呢。他此刻想着，只要等孟娇一离开，我要动用所有手段，让凌晨这个草包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一白，你看，这可是哥哥特意跑了好多地方才给你选的花，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哦。当陆一白看清那束白灿灿的菊花时，脸色顿时惨白如纸。我心里暗暗发笑，既然以前他们敢那么对我，现在我有什么不敢做的？
你竟然敢送这种话！陆一白死死瞪圆了眼珠子，却碍于孟郊在场，连个屁都不敢放。孟郊走过来，视线猛地落在陆一白身上，语气里的疏离感让人不寒而栗。阿晨亲手买的花，你难道不喜欢吗？那可是阿晨特意为你挑选的心意，你凭什么不喜欢？商婉吓得脸色惨白，赶紧忙不迭地跑出来接话。没有的事，一白喜欢的不得了，真是谢谢阿晨了。我心里也只觉得讽刺到了极点。陆一白气得浑身发抖，却只能从牙缝里硬挤出几个字：那就谢谢哥哥的一片好意了。我冷冷地注视着眼前这两个演戏的人，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。现在这点报应才哪到哪儿？想起前世，我被火海毁容，惨遭车祸，最后还连累了那个拿命爱我的女人，这笔血债我永远都不会忘。我的表情也随之变得愈发凝重，甚至有些狰狞。孟郊似乎敏锐地察觉到了我的情绪不对劲，他上前一步，动作温柔却坚定地挽住了我的手臂，感受到身边人的温柔，瞬间驱散了心头的阴霾。我的神智这才慢慢清醒过来，看了眼身边满眼担忧的孟郊，努力扯出一抹微笑，压低声音告诉他：我没事，娇娇，我想单独留在这里待一会儿，处理点私事，你先去医院外面等我，好不好？好。陆家的这些陈年烂账，必须由阿琛亲手去清算，才算痛快。他微微踮起脚尖，贴在我耳边叮嘱道：不准让自己受半点委屈，知道了吗？我点头答应，直到看着孟郊的身影消失在门口。病房里只剩下我们3个人时，商婉那张伪善的面具终于彻底裂开了。林晨，你这个乡包佬，还不赶紧把银行卡还给一白？那可是一白的东西，你这种货色也配拥有这笔钱？你千万别生气，我哥肯定不是诚心要抢的。哥，你千万别多心，等爸爸忙完这阵子的大生意，肯定也会给你点零花钱的。他一副大度施舍的口吻对我道，我忍不住当场嗤笑出声。我这好弟弟的演技，还真是10年如一日的情战，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陆一白看我反常的不听摆布的态度，终于按捺不住心里的急躁。哥，你快别惹妈妈生气了，赶紧把卡还给我！想要这张卡，简直是白日做梦。我看着他们那副急切又贪婪的嘴脸，心里冷笑连连。今天我就是要让你们母子俩赌心的。刚才三小姐可是亲眼瞧见这卡在我手里了，现在要是还给你们，万一回头三小姐问起卡去哪儿了，我该怎么交代呢？商婉一听这话，半天憋不出一句话来，所以只能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，任由我占了这便宜。他只能硬生生地转开话题，语气不善地继续对我大声质问起来。一白腿上的伤全是你害的，你个没良心的小兔崽子，竟然敢伤害我的宝贝儿子！我压根懒得正眼看他那张狰狞的脸，只是漫不经心地拍了拍床上的男人。一白，你不是一心想赖在半山别墅吗？陆一白气得浑身发抖。既然是在帮我，那为什么三小姐最后根本没把我给留下来？我冷冷地扫了他一眼。那是三小姐打心底里厌恶。面对三小姐那种级别的嫌弃，我一个外人又能有什么回天之力呢？难道路边随便钻出来的一只臭老鼠，我也能按着三小姐的脖子，强行让她喜欢上我？陆一白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，显然已经怒不可遏，到了极点。商婉一看自己的宝贝儿子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立马像疯狗一样大喊大叫。不管怎样，一白受伤就是你的错，你立马给我跪下来磕头认错！他一边恶狠狠地咒骂着，一边想把我按到地上去。就在他那只脏手快要碰到我的时候，我反手就扣住了他的命门，猛地往外一甩，整个人直接飞出去5米远。陆一白见状，居然还想拖着那条打着厚重绷带的断腿对我动手，但是还没碰到我，就被我死死拽住了胳膊。跪下道歉，既然你这么想看戏，那我就成全你好了。缓缓俯下身子。陆一白，别太心急，你们欠我的那些账，可不是这一次就能彻底还得起来。终于我走出那间沉闷压抑的病房，若无其事地来到了医院外面。孟郊此时正守在车旁，目不转睛地盯着进出的每一个路人。我心里清楚，他是怕我一个人在里面吃亏，又或者是怕我一个转头又悄悄跑没影了。等了老半天，直到看见我的身影出现在大门口，那颗一直悬在嗓子眼的心才总算稳稳了地。女人紧张兮兮地把我从头到脚细细检查了一遍，我赶紧顺势揽过她的肩膀。放心吧，我一点伤都没受。毕竟真正受伤倒霉的应该是病房里陆家那群才对。娇娇，我们赶紧回家吧。孟郊满眼疑惑地看着我，欲言又止了半天。娇娇，今天我可是凭本事从陆家那儿坑来了100万。我显摆似的掏出那张银行卡。孟郊看着我这副盯着钱两眼放光的样子，凑近了些，带着几分探究的笑问：你就这么喜欢这些身外之物？我下意识就想点头，毕竟谁会嫌钱多扎手呢？那当然是韩信点兵，多多益善呀。不过我转念一想，直接承认也太没格调了，于是赶紧抿了抿嘴角，决定换个清丽脱俗的借口。其实我也不是真的贪财，我只是单纯的想给这些无家可归的钱钱们一个温暖的家而已。我一本正经的样子盯着他，孟郊不由得有些失笑。
这家伙竟然还真在认真思考。既然阿晨这么喜欢钱，而我恰好富可敌国，那阿晨是不是也会顺带着更爱我一点？是不是说明我们天生一对？不知不觉到了傍晚时分，晚霞把整个别墅都镀上了一层暖金色。孟郊推门走进卧室，手里拿着一张象征地位的至尊黑卡。我一眼就瞧见了那张黑漆漆的卡片，心里甚至生出一种久违的熟悉感。这宝贝真是特意送给我的吗？孟郊看见我这副样子，瞬间脸红了起来，有些慌乱地错开视线，点了点头，同手同脚地坐到床边。我立马坐到他身边，将女人紧紧地抱在了怀中。你怎么能对我这么好啊？自从回了这半山别墅，除了重生那天晚上的意外，我们俩还从未有过如此亲密的互动。这回突如其来的投怀送抱，反而让平日里清冷疏离的孟郊显得有些手足无措。我家三小姐出手就是阔绰，一出手就给这么多零花钱，不仅长得这么好看，这曼妙的身材更是没得说，简直长在我的审美点上。孟郊总觉得我这番夸赞的话里，这一股子说不出的古怪劲，他只能在心里暗自宽慰自己。阿晨向来单纯乖巧，肯定不是故意在语言上占他便宜的。我偷偷看了眼害羞的女人，我心里暗暗着急，这女人这一世定力怎么变这么好了？难不成我这么主动都撩不动她了吗？这要是换做前世，那个疯狂的她恐怕早就按捺不住了，哪里还能像现在这样装得一本正经？除了我刚重生的那个疯狂夜晚，她这段时间每天都是安分守己的，连半个过火的动作都没有。我不禁开始怀疑这家伙是不是真的转型了。我的右手依旧紧紧揽着女人的肩膀，她试图挣开，想稍稍挪开一点距离，我手上力道却猛地一收，她身上那条精致的连衣裙被这一拽微微扯动，肩带轻轻滑落半寸，寂静的空气里只剩下彼此略显急促的呼吸。孟郊低头看着自己微乱的裙身，又猛地抬眼看向我，满眼惊愕，脸颊瞬间染上一层绯红，眼神慌乱地闪躲着。阿晨，我看着他泛红的脸颊与颤抖的长睫毛，心头一紧。哪里是他在诱惑我，明明是我控制不住的想靠近他。之前刻意维持的温和冷静，在这一刻彻底崩塌。别躲！我声音低沉沙哑，带着不容拒绝的力道。两人本就同坐床边，距离本就近，这一下几乎天面气氛瞬间紧绷到极致。孟郊整个人都僵住，耳尖烧得通红，紧张的指尖都攥紧了裙摆，又羞又慌，却不敢推开我。他微微后仰想避开，却被我轻轻扶住后腰。他的心跳乱了，我的也是。那些期待已久、让人面红心跳的暧昧氛围，在这一刻终于彻底炸开。这种期待已久的感觉简直太刺激了，我全身的细胞似乎都在兴奋的尖叫。我痴痴望着近在咫尺、脸颊微微泛红的孟郊，他眉眼温柔又带着几分慌乱。我微微低头，一点点靠近他，准备吻上他。可就在唇瓣即将相触的前一秒，孟郊却慌乱的反手扯过被子，挡在了我们中间，声音带着一丝不自然。阿晨，你睡觉吧。他顿了顿，我知道你刚才不是自愿的。我猛地睁开眼，心里郁闷到了极点。谁跟他说我不是自愿的了？我明明就是故意想靠近他，想吻他，想撩他。我盯着孟郊起身走向浴室的背影，眼神里全是撩妹失败的憋屈与不甘。我铺垫了这么久，居然又被他挡了回来，简直要把我给憋炸了。孟郊走进浴室，低头看着自己微微发烫的脸颊与微乱的连衣裙，轻轻蹙了蹙眉。不过是阿晨离我近了一点而已，我的心就乱成这样。我对阿晨从来都没有抵抗力，哪怕从前阿晨对我冷淡，我也早已被阿晨牢牢吸引，更别说现在阿晨满心满满都是我了。孟郊回想起刚刚那一幕，红唇不自然地上扬了起来。等再从浴室出来时，他又恢复了平日里清冷的模样。他刚躺进被窝，我便立刻侧身，主动伸手将他稳稳抱进怀里，胸膛贴着他的后背，手臂自然地环住他的腰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已经习惯抱着他睡，只有他在身边，我才踏实。以前的我从不这样依赖一个人，可现在只想这样抱着他不放。孟郊身体微僵，随即慢慢放松下来，任由我抱着。他抬手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臂，轻声开口，声音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占有欲。阿晨，你最好永远别想离开我。一日，我被叮咚声吵醒，我收到一条短信：阿晨，我好想你，我要你署名是江江。我皱了皱眉头，这是那个渣女发来的短信。阿晨，你别怕，我肯定会把你救出来。孟郊就是一个魔鬼，我们一定能摆脱他。我嗤笑一声，渣女表面上对我百般照顾，实际上早就和陆一白勾搭拉在一起，恶心。你今晚到机场等我，我带你离开温城，逃离孟郊那个女魔头。我看着最后一条消息的内容，转手就将渣女的所有联系方式加入黑名单。现在还不能对付江江，三小姐还没有完全信任我，现在去见渣女会让她生气，我再也不想让孟郊失望了。我拨通孟郊的电话，好想听他的声音。会议室一阵突兀的铃声响起来，打破了会议的严肃场面。三小姐，是您的电话。助理小心翼翼地开口说道。孟郊正坐在会议中心进行汇总，手机交给助理在保管。挂掉。孟郊不耐烦地看了助理一眼。
是凌晨先生打来的，三小姐要接他的电话吗？助理把电话递过来，孟娇接过手机，那头传来我的声音：娇娇，你现在忙不忙？没有打扰到你吧？不忙。那你那边没别的人吧？故意用有些低沉的声音问道。孟娇听到我勾人的声音，笑道：没有。中伟公司股东 OS， 我们不是人。听到孟娇说周围没人，我也就比较放得开了。现在好想你啊。今天我去商场给你买一件新的裙子吧。昨天那件不是被我撕坏了吗？今儿赔你一件新的，我待会儿就去给你买。孟娇嗯了一声，嘴角微不可察的往上扬。等我拎着购物袋从商场出来，一个身影突然向我猛扑过来。阿晨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！江江一把扑进我的怀里，却被我一下子甩开。江江，别对我拉拉扯扯的。我深吸了一口凉气，才勉强压住心头的恨意，要不然我真怕自己会当众废了这个渣女。江江一下子不耐烦起来。凌晨，你闹够了没有？趁我还有耐心，赶紧跟我走，我带你逃离孟娇。我皱了皱眉头，我为什么要逃离孟娇？她对我这么好，我应该永远陪在她身边才对。江江傲慢道：凌晨，你忘了他囚禁你的事情了吗？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才是真的爱你。我像看垃圾一样瞥了他一眼。你不是跟我那个弟弟搞在一起了吗？你滚远一点，看到你我觉得恶心呢。渣女急了。我跟一白没有发生什么，你要是再跟我提这件事情，我就真的生气了。江江又说：你别跟我耍小孩子脾气，我愿意跟着你，就是你天大的福气了。你从孟家带一部分财产出来，我们今晚就买机票离开。果然，这渣女的本性逐渐暴露出来了。我啧了一声，怎么办？我好想抽她。你知不知道孟娇有精神病，她随时都有可能发病，会杀人。你待在她身边。啪的一声，渣女的脸上瞬间留下了5个指头印。我漫不经心地挑了挑眉。凌晨，你别不识好歹，等你被孟娇害死了，连收尸的人都没有。江江怒气冲冲地盯着我，压根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对她。你现在跟我走，我还能让你当我的舔狗，要不然我就不管你，让你被孟娇折磨死。面对她这么一通威胁，我装作表面上听话了。江江，我刚才只是想测试一下你对我是不是真心的，我知道错了。我淡漠地看着江江，有些人真是上赶着找死，怎么拦都拦不住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成全他们好了。江江哼了一声。凌晨，你认清自己的位置，别学外面的那些人，我不喜欢那样的男人。我漫不经心地挑了挑眉，并没有接话，装出一副懂他的模样，跟着江江上了车。半山别墅，孟娇提前处理完工作，马不停蹄地赶回家。等她回到家，却没有看到我。陈妈告诉她，阿晨少爷下午就出门去了。孟娇以为我还在商场，所以便坐在沙发上等我。等了半个小时，还是没看到我回来。她倒是等来了佣人送进来的一个信封。是给谁的？孟娇看着佣人手里的信封，她心中浮现出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拿给我看看。孟娇拿过信封，取出里面的东西，看清的一瞬间，她的眼神瞬间怔住，眼底变得猩红一片。里面有几张照片，江江站在对面，而我正对着她笑。又和野女人见面了，还对着野女人笑。明明之前答应过我，绝对不会去见江江那个野女人的。现在看来，都是在骗我的。信中还有几条聊天记录，其中最醒目的一条是：你今晚到机场等我，我带你离开温城，逃离孟娇那个恶魔。阿晨又跑了，又打算离开了吗？阿晨，你为什么不骗得久一点？为什么不骗我一辈子？孟娇撕碎了手中的照片，眼底那一抹猩红让人胆战心惊。突然，她猛地吐了一口鲜血出来。去机场把他抓回来。另一边，车上只有我和江江2个人。关上车门以后，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坐在她身边的我有多么危险。阿晨，你早该这么听话的。她还来不及继续往下说，我已经反手用刀子抵住了她的脖子。凌晨，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我握着刀的手微微用力，皮肤里渗出的鲜血红的刺眼，这画面却让我感到更加兴奋。乖，别乱叫，要不然你会死得更快。车子的隔音效果很好，外面看不到，也听不到里面发生了什么，正好方便我下手。江江绝对想不到自己将会遭遇什么。你现在立刻把刀放下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我冷嗤一声，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眯了眯眼，你说我给分你2条腿呢？听到我如此病态的声音，江江才明白我根本没有跟他开玩笑，他的腿不断发抖。阿晨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和别人乱搞，我不该勾搭你弟弟。我咬牙切齿地说道，最大的错就是不该伤害3小姐。紧接着女人发一声惨叫，我看着她痛苦的模样，表情慵懒，脾气透着几分随意。渣女容貌被毁，终于爽了。半山别墅，孟老爷子急匆匆地赶过来，他带着10几个国内知名医生，后面还跟着几10个保镖。老太爷，你终于来了！三小姐又发病了，病情似乎比上次更加严重了。
张管家看到孟老爷子，就像看到了救星一样。客厅内各种东西都被砸了，老太爷指挥着众人，先稳住三小姐的情绪，一定要让三小姐吃药。没有人再敢靠近孟郊，场面僵持下来。孟郊盯着对面那些人，他的世界已经认不出这些人是谁。不断发泄心里的怒火，孟郊已经失去了理智，再过一段时间，恐怕就会开始自残。顾念念正焦急地想办法阻止。三小姐这次发病是因为凌晨，必须得赶紧把那个男人抓回来才行。我就知道，凌晨果然没安什么好心，才几天的时间就原形毕露了。孟老爷子拄了拄手里的拐杖，又是凌晨，那个男人就是娇娇的克星，赶紧加派人手，绑也要绑回来。可老爷子被气得急火攻心，剧烈的咳嗽起来。孟老爷子是孟郊的外公，他知道孟郊前段时间从外面把我带了回来，他原本对我没什么意见，只要娇娇高兴就好。可我自从被带回来之后，在他眼里就没安分过。我不但把半山别墅闹得鸡飞狗跳，现在竟然还害得娇娇发病。他对我的看法逐渐恶劣，曾多次要求孟郊把我赶出孟家，可孟郊就是不听，仍旧把我当成宝贝。就在众人无可奈何之时，陈妈高兴地大呼：“凌晨少爷自己回来了！”我刚走进别墅，就看见外面站着一群人，中间竟然还包括三小姐的外公。我疑惑地看向众人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顾念念瞥见了我，脸上的表情满是不屑，却又透着几分震惊。我没理会他，径直往别墅里面张望。娇娇呢？娇娇在哪儿？我现在只想快点见到三小姐，把我特意买的那件连衣裙送给她。真想看看那个女人穿上它后的模样。我是特意掐着点回来的，平时娇娇差不多都是这个时间到家。你和野女人逃走，是打算气死三姐吗？如你所愿，三姐现在发病了，你高兴了？发病，我眉头紧皱，心猛地一沉。难道是因为让开？快让我进去见三小姐！拦住他！孟老爷子拄了拄拐杖，神情异常严肃。孟老，我知道您不信任我之前确实做了很多错事，让我进去试一试吧。是我不对，我也想为三小姐做些什么。我苦苦祈求着，孟老爷子冷冷地看着我。我不会再给你机会伤害娇娇。眼神里写满了彻底的失望。我知道孟郊的病情确实经不起任何折腾了，在他眼里，他绝对不能把我放进去，那只会害了娇娇。面对我祈求的表情，老爷子丝毫不为所动，冷声下令：把凌晨关起来，娇娇恢复之前不准放她出来。十几个保镖瞬间将我围住，我扫视着周围的人，很清楚以我的能力完全能制服他们。但我现在不能动手，站在我面前的是孟郊的外公，而且我也不确定自己现在贸然闯进去能不能稳住三小姐的病情，恐怕反而会产生更坏的结果。就这样，我被关进了一间密不透风的暗室，四周漆黑一片，连一丝光亮都透不进来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孟老爷子把我关在这里，是想让我好好反省，二来是为了惩罚我，但他们并不知道，我对这件暗事其实已经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。望着漆黑一片的屋子，我竟然生出一种故地重游的感觉。上一世，孟郊就曾把我关在这里。起初我不理解，总以为他是在驯养一只不听话的宠物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他是怕自己发病时会控制不住自己，伤到我。这时，外面传来了佣人们窃窃私语的声音。终于有人敢出来收拾凌晨少爷了，该让他尝尝这种恐惧，把三小姐气成这样，他还有脸回来？我靠在角落里，听着外面的声音，拧紧了眉心。前世我忤逆过三小姐的外公，结果把孟老爷子气得住了院。这一世我绝不会让悲剧重演，所以只能乖乖待在这里。终于等到夜幕降临，外面的人对我放松了警惕。暗色中，我缓缓站了起来，只听见砰的一声，我直接踢开了门。张管家守在小黑屋外面打着盹儿，被这声巨响惊得直接摔倒在地上。他半眯着眼，正好看见我从小黑屋里钻出来。张管家不可置信地睁大了眼睛，这时他大喊起来：“来人啊，快来人！凌晨少爷又要逃走了！凌晨少爷跑出来了！”我轻而易举地从里面走了下来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张管家立刻带着保镖来抓我。十几个保镖瞬间把我围在中间。凌晨少爷，我劝你乖乖回去面壁思过，现在可没有三小姐护着你，谁也护不住你。我站在包围圈中央，姿势慵懒随意。就凭你们也配？话音刚落，我便径直朝别墅的方向走去。几个保镖想伸手抓住我，却被我反手一脚踢飞了出去。张管家整个人都愣住了。十几个保镖见状，一拥而上。我顺势踩住其中一个人的肩膀，腾空而起，动作利落的迅速打倒了这些人。等他们反应过来时，我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。别墅内，我看到又有一批新的保镖冲了进去，被孟郊打伤的人陆陆续续被人抬了出来。那个女人此刻已经杀红眼，甚至把刀口对向了自己，开始疯狂自残。顾念念焦急地站在一边，根本不敢靠近。三姐，你把刀放下！孟老爷子拄着拐杖，颤声喊道：“娇娇，娇娇，你听话，别伤害自己！”我顾不得许多，猛地冲了进去。让我进去试一试。你别想再祸害娇娇。孟老爷子死死拄着拐杖，语气极其严肃：“我不会害三小姐的，孟老，求您再相信我一次。”我此刻的表情无比焦急，整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孟老爷子看着我：“娇娇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那些保镖都没办法，你进去
也只是去送死。我坚定地回答：我不怕死，就让我进去试一试。你要是失败了呢？那我陪他一起死。孟老终于松了口，同意暂时放我进去。偌大的房间内，孟娇脸色煞白，双目猩红的骇人，她死捏着刀子，仇视着每一个进来的人，那眼神让我心惊。锋利的刀刃已经刺破了她的手心，可她就像感受不到痛一般。她此刻看起来就像一个彻底失控的精神病患者。我从门口一步步走近，看到她的第一眼，我的眼眶瞬间就红了。顾念念站在外面对我失望地摇了摇头。阿晨肯定还是害怕了，也是。常人看到这样的三小姐都会感到恐惧的。就在顾念念想让保镖把我拉出来保护起来时，我用尽全身力气向着孟娇的方向飞跑过去。等等，完了！三姐现在失去理智，肯定会杀了阿晨的。我猛地将孟娇扑倒在地上，死死抱住了这个发疯的女人。娇，把刀给我，看着我，我在这里。我紧紧凝视着她，试图用自己的身体温暖她。外面的一众保镖全都看傻了眼。凌晨少爷，您是在说笑吗？我们这么多人拼了命都没能从三小姐手里把刀子抢过来，你以为就凭你这句话就能让三小姐听你的话？所有人呵呵一声，对我表现出不屑一顾。然而刚才还谁也不认的孟娇，现在居然乖乖听我的话，把手里的作案工具交了出来。外面的一群人，小朋友，你是否也很多我好？我能感受到他眼底那股偏执、病态且强硬的情绪，但我心里清楚，即使他失去理智，也绝不会把刀刃指向我。孟老爷子看着这个场面，眉头紧皱。难道阿晨真的可以治疗娇娇的病？这些年我访遍名医，也没有找到治疗这种疾病的方法。孟娇一旦发病，就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，只能靠镇定剂控制。而现在，阿晨只是抱了抱她，竟然出人意料的平静了下来。这几个医生看到这个场面，也是百思不得其解，似乎都在纳闷，只有顾念念没有任何惊奇，似乎是早就知道了这件事情。十几分钟后，孟娇娇渐渐恢复了意识，她一看见面前的我，突然眼神含泪道：阿晨，你又要逃了吗？你又不要我了？你又要离开我了吗？无论我做什么，你都要离开我，是不是？你之前都是骗我的，都是为了逃离我身边，是不是？我心里一阵无奈，这怎么还不认人了呢？谁说我要离开你了？我伸手抱住她。我家三小姐长得这么漂亮，身材又好，我这辈子都要一直缠着你不放。她把头埋在我的颈窝里。你胡说！你今天跟野女人去机场了，你还对野女人笑了，你还跟她上同一辆车。我在她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，女人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我浅笑道：那是渣女主动来骚扰我，我才没对她笑呢。今天可是狠狠地收拾了她一顿。孟老爷子和一众医生走了进来，整个房间被弄得乱七八糟，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。孟娇突然瞥见了我手腕上的划痕。谁欺负你了？看样子她还没想起我刚才用血救她的事。她心疼地盯着我手腕上的血痕，现在已经凝固了。她不由分说地站起身，随后她一把抢过顾念念手里的医药箱，飞速回到我身边。她极其小心地给我涂药，一边涂一边温柔地吹气，像是生怕弄疼了我。顾念念试探性地问道：三姐，要不你到床上躺着，我给她处理伤口。毕竟三姐现在身体虚弱，确实该休息了。可孟娇根本没理会，依然专注地帮我处理伤口。我自己都觉得这伤口没那么严重，压根用不着这么精细的折腾。偏偏这个女人恨不得把所有药都给我涂上一遍。上完药，她嘟着嘴说道：不准让自己受伤了。我笑着点头。好，都听娇娇的。看着我这么听话的样子，她反而心思更重了。阿晨是不是因为逃跑未遂被抓回来了，才故意表现得这么好？阿晨现在是不是还在哄骗我？孟娇给我包扎完，顾念念才有机会给她检查身体。让她惊奇的是，孟娇恢复的比以往要快很多。难道这是凌晨的原因？当天已经很晚了，检查完身体，所有人都回到了自己的位置。我想下床走走，就被孟娇制止了。阿晨，你受伤了，不能下床。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腕，又看了看身体情况。我应该还没到下不了床的地步吧？我指了指角落里的购物袋。那你帮我把那袋子拿过来吧。我从袋子里翻出那件黑色的连衣裙，对着她温和地笑了起来。给你买的，刷你的卡。孟娇拎着那件衣服，眼里透着一股说不清的惊喜。看来她是察觉到了，我并没有想着逃走，而是真的去给她买连衣裙了。娇娇，你再相信我一次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，不会再想着逃离了。孟娇没说话，双眸转了转，我伸手捧着她的脸。我和你生孩子，你想生多少，我和你生多少。刚才还周身冰冷的孟娇脸颊立刻变得粉红一片。阿晨，你不准骗我！我知道，我刚才说的话，她全当真了。看着她这副呆萌的样子，我忍不住扬唇笑了起来，捧着她的小脸就亲在了她的红唇上。她的瞳孔瞬间涣散，有些不可置信地抿着红唇。现在彻底相信了吗？
你在亲吻。孟娇眼巴巴地望着我，像个向大人伸手要糖果的小孩。我顺势抱住了她。这一夜我睡得很好，醒来时孟娇还紧紧地搂着我的腰，睡得很安稳。也许是因为我睡在她身边，让她安心，又或者是我对她的治疗起到了作用。其实她昨天病症发作了，也没有像以前一样留下严重的后遗症。起床后，孟娇赶紧拿着医药箱过来给我换药，特意拿来热毛巾帮我擦手擦脸。等我们下楼时，孟老爷子已经在下面等很久了，身后还跟着一支专业的医生团队。快给娇娇检查身体！孟老关切地说道：“这些医生都是孟家为了治疗孟娇的暴躁症专门培养的。”他们恭敬地拿出医疗器材，众位医生检查完，一个个都面露不解。三小姐，您这次发病恢复得很快，可能是林先生的血起了作用。孟老爷子大喜过望，大概是觉得终于找到了可以治疗娇娇病症的方法。听到医生说的话，孟娇的脸上并没有产生任何惊讶。我猜他大概早就知道我的血能见百度，可以控制他的病情，甚至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因为他喝了我的血。医生们表现得更加激动了。三小姐，我建议抽取林先生的血，拿回去做研究，或直接让他进实验室，我们一定能为您研究出治疗方法。孟娇一道冰冷的目光扫过在场的医生，你再说一遍。三小姐，我说……那些医生还没说完就被孟娇吼了出去。都给我滚出去！谁敢动阿晨，我要谁的命！我知道他把我留在身边，从来就不是为了治疗他的暴躁症。关于阿晨的事情，你们一个字都不能往外说。孟娇冷声威胁着众位医生。我很清楚，如果外面的人知道我的血可以治百病，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想取我的血。孟老爷子站在一边，看到这个场面，明白孟娇是铁了心不让我受伤了。娇娇，你不愿意用林晨少爷的血治病，就早点放他离开。他义正言辞地说道。我知道，自从我来到半山别墅，一直都在做天做地，还总是惹得娇娇发病。在老爷子看来，与其把我留下来，不如让我离开，也免得娇娇再为了我动怒发病。不可能！孟娇猛地抓紧了我的手，没人能把他从我身边带走。孟老爷子眉头皱得死紧。娇娇，这个男人只会祸害你。对于我这几个月在半山别墅的所作所为，老爷子肯定早有耳闻，估计早就恨不得孟娇立刻把我赶走。老爷子面无表情地说道：“更何况，你以为林晨少爷自己愿意待在你身边吗？”当孟老爷子提起我以前干的那些蠢事，我尴尬得不敢开口。此刻我终于等到了说话的机会。我愿意，我愿意。我忙不迭地重复着：“我真的愿意。”孟老爷子皱了皱眉，这估计跟他预想的情况完全不一样。林晨，你用不着欺骗我。孟娇一直囚禁你是他的不对，我会让他放你离开。我急忙辩解：以前都是我不懂事，我现在是真心想留在娇娇身边，就算当血袋也行，反正我的血可以治疗她的病，我心甘情愿。孟娇眉头紧锁地制止我：别胡说。孟老爷子坐在沙发上，神情变得若有所思，许久之后他才开口：林少爷可以留在孟家。听到这个回答，我顿时高兴坏了。老爷子看着沙发上的我们，眉头依然深锁着，也不知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。我知道孟老爷子是因为娇娇小时候受了太多苦，所以不想为难她，只想让她高兴。可一看到我，老爷子的表情变得有些微妙，估计是想起我前段时间那些叉烧行为，忍不住开始头痛了。我在心里偷笑，此时的老爷子恐怕还不知道，他以后会多喜欢我这个孙女婿，甚至喜欢我会超过喜欢他自己的亲孙女。孟老爷子看眼下一切都好，也不再多过问留下几个医生，就先回他自己的别墅了。我也礼貌地跟在孟老爷身后，将其送出了门。别墅内气氛依旧有些凝重，一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正熟练地配备药物。娇娇的病情虽然控制得很好，但医生建议最好还是用些药物辅助恢复。三小姐，请把手臂伸出来。李医生恭敬地说道。我看向娇娇，见她红唇紧抿，直直地盯着那个穿白大褂的医生。能用吃药代替吗？我在一旁看着，心里忍不住想笑。谁能想到，堂堂全国首富、不可一世的三小姐，居然怕打针？李医生拿着针管，为难地解释道：“这种药物不能口服，只能注射。”李医生的手头在微微发抖，毕竟要给这位大小姐打针，他心里阴影估计也挺大的。娇娇顿了顿，猛地把目光移开。拿下去。娇娇的声音冷了几分。三小姐，为了您的身体着想，最好还是用一下这个药。拿下去。他显然逐渐失去了耐心，语气里带了丝躁意。李医生站在原地僵持着，想到孟老临走时的交代，显得两面为难。怎么了？我推门走进去，故作不解地看了看医生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娇娇抿着唇没说话，医生也低着头不敢吭声。估计医生是觉得不能接三小姐的短，谁敢乱传三小姐害怕打针这种事呢？我视线落在李医生手里的针管上，瞬间明白了一切，嘴角忍不住勾起一抹弧度。娇娇，我给你打针好不好？
我走过去揉了揉女人的发顶，对上她的视线，放轻声音哄着她。李医生站在一边，有些不以为意的哼了一声。三小姐这么害怕打针，绝不可能因为这个男人的一句话就改变主意。可下一秒，娇娇低声应了句，然后她在李医生震惊的目光中，乖乖把手臂伸到我面前。李医生，把针管给我吧。我从李医生手里把东西接了过来，针管刚一入手，娇娇的身体紧绷着往后缩了缩，连同被我握着的那只手也微微颤了一下。李先生，他真是个细活，你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，恐怕不太会。李医生在一旁小声提醒。我没回答他的话，径直坐在沙发上，看了眼这个强装镇定的女人。她此刻正死命盯着窗外，试图以此转移注意力。我心里起了坏心思，故意在她手臂上挠了挠。娇娇怕不怕？待会可能会有点疼，忍着点。我一边说着，一边拿棉签沾了点消毒液，轻轻在她皮肤上涂抹。娇娇有些委屈地看向我，眼神突然变得有些幽怨。我看着她的反应，后知后觉地意识到，这些话听起来似乎不太对劲，这气氛倒像是我们在进行某项特殊的运动似的。我找准时机，动作又稳又准地将针尖扎进她的皮肤。疼不疼？娇娇低头盯着自己的手臂，一声不吭，忍不住笑了起来，伸手抱住她。还疼呢？娇娇顺势抱住我，声音听起来奶声奶气的。疼，要阿晨吹。她靠在我身上这副样子，真是显得弱小又可怜。我只好捧起她的手，对着针孔处吹了吹。好点没？我抬起眼帘看她，这女人顿了一秒，再给我吹吹嘛。看着她这么幼稚的行为，我无奈地笑了，由她手臂上吹了几口气。我故意逗她，我打针的技术这么差呀？那明天还是让医生来好了。娇娇立刻开口拒绝，不要医生，我要你。我故意逗她，不是把你弄疼了吗？我忽然又感觉不疼了。她用那种哀求的小眼神看着我。阿晨，你多疼疼我。我彻底被她逗笑了。疼你疼你，一辈子都疼你。看着这张脸，我突然低头吻住她的唇，蜻蜓点水般碰了一下就移开。娇娇愣愣地坐在沙发上，似乎完全没意识到被我亲抱了。我看她那表情，像是在回味刚才的滋味，但她很快收敛了神色，语气变得有些严肃。女人的唇能随便亲吗？我顿时一脸疑惑，搞什么？还不准我亲她了？这女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无情了？亲一下都不准。娇娇坐在沙发上，视线落在我的薄唇上，只是她又默默移开了目光。看到她竟然不看我，我心里更气了。我主动亲她，结果还反过来说我不应该亲，在她面前我矜持个屁，她不让我亲，我偏要亲个够。我直接将女人抱在怀里亲了过去。我根本没留意到娇娇嘴角偷偷扬起的弧度，那样子看起来更像是计谋得逞。我紧紧抱着娇娇，娇娇在我耳边妩媚道：阿晨，今天这么主动啊。我深情地看向女人，你本来就是我的。说完，我干脆又亲了上去。三姐，顾念念的声音突然响起，她刚进门就撞见这劲爆的一幕。从她的角度看，大概觉得是我全然不顾三小姐的意愿，在强迫她。她哪知道，这全是这女人的计谋。凌晨，你不准再轻薄三小姐！听到外人的声音，我被吓了一跳。孟娇恨恨地看向顾念念，这丫头怎么每次都在关键时刻过来？不如我干脆给她送非洲去算了。娇娇感觉到我的尴尬，不由得弯了弯红唇。顾念念在一旁急得不行。三姐，你快离凌晨远点啊！违背女性意愿的行为是犯罪，他犯法了！娇娇很不爽地看向他，顾念念明明白白地感受到了他的嫌弃，但他选择自动忽视。凌晨，你别逼我动手啊！顾念念一脸为民除害的正义感，孟娇这才离开我的怀抱，一脚踹在顾念念屁股上。你还敢对阿晨动手？信不信我先动手劈死你？挨了一脚的顾念念委屈巴巴。三姐，我就想吓唬吓唬他，我哪敢针对你家这位祖宗啊！娇娇语气清冷，道歉。顾念念梗着脖子，我不道歉。孟娇眯了眯双眸，你又想去医院的停尸房工作？姐夫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顾念念秒怂，她在娇娇面前简直就是只缩头乌龟。其实对于顾念念以前骂我的那些话，我一点都不生气，毕竟以前的我确实该骂，而且我知道他这人对娇娇极其讲义气。上一世他为了救娇娇，甚至变成了瞎子。顾大小姐，留下来吃饭吧，我让厨房多加几个菜。我主动邀请她留下来做客。顾念念迎上我的目光，眼神里闪过一丝迷茫。不过才过了1秒钟，她便清醒了过来，一副要时刻保护娇娇，防止被我伤害的戒备模样。三姐，我觉得有件事情必须告诉你。我转身去厨房后，顾念念在孟娇耳边小声说着：“江江，你还记得吧？姐夫以前喜欢的那个野女人。”听到江江的名字，孟娇眉头紧皱起来。她被毁容了，在四处寻医问药。这件事情是顾念念无意间发现的，听说是被报复的，根本没有恢复的可能。你说会不会是姐夫让人做的？顾念念往我这边瞧了瞧，确定我听不到，才敢继续往下说。
你不知道，姐夫那天一脚踹开地牢大门，力大无比，一脚把保镖踢出去50米远，跑起来比野兔子还快。他越说越玄乎，恨不得把我形容成变异人。孟娇听着顾念念的话，神情有一丝凝重。三姐，你不觉得姐夫最近的变化很大吗？感觉像是变了一个人。顾念念又开始了她的阴谋论。你想说什么？姐夫已经不是原来的凌晨了，说不定是陆家让另一个男人整容成姐夫的模样来欺骗你。他显然是没法把现在的我和原来那个做天做地的我联系到一起。顾念念说的太入迷，完全没发现我已经从厨房里走了出来。我听着他对我的那些形容，简直越说越离谱，我心里不禁冒出一串问号。亏我刚才还想着要不要请他留下来吃饭。你是在说我吗？姐夫好，姐夫来了，我什么都没说，先走了，姐夫再见。客厅里只剩下我和孟娇2个人。江江的事情是你让人做的？女人漫不经心地问道。是我亲手做的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不为什么，看渣女不爽，就想废了她引以为傲的脸。孟娇站起身来，一步步朝我走近。按理说一般人被拆穿多少会有点害怕，可阿晨此刻脸上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恐惧。我看到他的嘴角微不可察地往上弯了弯，似乎是被我取悦到了。以后别碰刀子，你想做的自然有人帮你做。对于顾念念说的那些话，他根本就不相信。阿晨就是我的阿晨，是我的唯爱。我能感觉到阿晨很喜欢现在的我，会对我笑，会抱我，还会撩我。到了晚饭时，映入眼帘的菜竟然全都是我喜欢的。我明明没有告诉过孟娇我的喜好，但每次吃饭桌上总是摆着我爱吃的菜。看着这一桌菜，我不禁在心里感叹：这样好的三小姐，我以前怎么从来没有发现呢？我们2个人面对面坐着，但由于餐桌实在太大了，看起来隔了好远。我看着这个距离，不禁皱了皱眉。张管家，你能帮我把椅子移一下吗？张管家嗯了一声。凌晨少爷，还要再往后面移吗？我无语地看着管家，索性自己动手，直接在孟娇身边加了个椅子，随后才满意地勾起嘴角。张管家满脸着急地说道：凌晨少爷，三小姐吃饭的时候不习惯别人和她离得那么近。我语气随意地回答：她以后就习惯了。等孟娇来到餐厅，我已经坐在了椅子上。孟娇看了我一眼，主动坐在了离我最远的位置。佣人们站在一旁被吓出了一身冷汗。张管家轻瞥了我一眼：我说了，三小姐不习惯别人坐得近。看吧，三小姐干得漂亮，不能让林少爷这么快得逞。我看向孟娇问道：你坐那么远干什么？张管家在心里默默嘲笑我。孟娇淡然地放下筷子：你以前不允许我坐得离你那么近。以前他强行把我的位置搬近，我就用绝食来抗议，坚决不和他坐在一起。他是怕把我饿坏了，才再也不敢逼我。听到自己以前那些做天做地的行为，我心虚地偏过了头。孟娇看见我这副模样，唇角竟微微弯起一个弧度，我理不直气也撞道：你现在坐回来，吃个饭都离得那么远，以后还怎么培养感情？站在一边的张管家在心里呵呵冷笑，谁知孟娇直接走到我身边，拉开我旁的椅子坐了下来。张管家愣在原地，孟娇轻抬下巴：阿晨，这是你主动邀请的，以后别想再让我走。我讨好道：不走不走，以后娇娇赶我都不走。孟娇一脸你别骗我的样子。我拿起筷子开始吃饭，他不断地给我夹菜，没一会儿我碗里的菜就堆得像小山峰一样。娇娇，挺多的了。陈妈站在一边乐呵呵地看着我们。才吃多少啊？凌晨少爷得多吃点儿。陈妈一直在孟家当帮佣，我知道她最清楚我在娇娇心里的分量，她一直盼着我俩能好好的。眼看着我们关系回暖，陈妈便在一旁卖力地撮合着：我下次得多准备些补身体的东西。凌晨少爷，你瞧瞧你瘦的，也不知道以前在陆家受了多少委屈。我听着陈妈的话，默默回想起自己单手打人的英姿，没敢吱声。这些事还是先别告诉陈妈了，要是让她知道我能一脚把人踢出去5米远，估计会把她吓坏。吃完饭回到卧室，我坐在床上，大概是因今天被投喂得太饱了，感觉肚子胀胀的。阿晨，你不舒服吗？孟娇走过来，蹲下身，将那只柔软的手掌附在我的肚子上。你什么时候才能怀孕啊？孟娇的动作一僵，我凑到她耳边：三小姐，要不要给个机会？我没等她的回答，直接吻了上去。不管怎样，今晚生米必须煮成熟饭。翌日，我醒来的时候，孟娇正在我怀里，扑闪着大眼睛看我。娇娇，你醒了？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？有没有哪里疼？我觉得自己昨晚做的确实有些过分了。好好的三小姐，竟然被我欺负成这样。我去给你放洗澡水，你洗了澡会舒服点。我说着就要下床，孟娇却拉住我的手腕。说完就跑，你是渣男吗？你说，你该怎么对我负责？孟娇这回活像个被欺负了，来找渣男算账的小媳妇儿，语气里满是委屈。那你想要我怎么负责？我宠溺地看向女人。做我男朋友。孟娇干脆利落地说道，显然是筹划已久。我顿了顿，完全没想到她会提出这个要求。我注意到孟娇的表情染上了些许紧张，似乎怕我不答应，我便笑着说道：好啊。孟娇不可置信地看向我。阿晨，你答应了？答应了。你可不准反悔。不反悔。三小姐长得这么漂亮，身材好，
还这么体贴，会反悔的。叫从床上起身，紧紧抱住了我。其实从他把我带回半山别墅那天开始，我就是他的丈夫。不过现在才开始谈恋爱，倒也不晚。他一整天都浸在我愿意做他男朋友的喜悦中，还是我自愿的。助理来半山别墅送文件，看到的就是孟郊表情漠然的样子。三小姐，这是被凌晨少爷折腾坏了，怎么变得魂不守舍的？助理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。三小姐，您没事吧？孟郊回过神来，表情不耐烦地看着助理。你来干什么？有些工作需要三小姐来处理。他把文件放在桌子上。我要在家里陪阿晨，别拿工作来烦我。孟郊不愿意多看那些文件一眼，随便一个合同就是几千万，甚至上亿对三小姐来说确实不重要。助理把文件收拾了一下就要离开，孟郊看着他的背影叫住他：喂，你有没有男朋友？没有。你怎么连男朋友都没有？给您当助理前倒是谈过几个，怎么了吗，三小姐？助理内心疯狂吐槽：要不是三小姐你每天给我安排的超负荷的工作，我男朋友能跟我分手吗？孟郊顿时两眼放光。这么说，你知道怎么拴住男孩子的心了吗？助理嘴角往上抽了抽，开始教起了孟郊怎么谈恋爱。我靠在门框上，看着他一本正经记笔记的模样，忍不住低笑出声。前世她是高高在上、人人畏惧的孟三小姐，造对症缠身，连靠近我都小心翼翼。这一世为了留住我，竟笨拙地学着讨好，眼底的认真与紧张，比千万句情话就都让我心动。我走过去，轻轻抽走他手里的笔记本，弯腰吻上他的唇。不用选，你怎么样？我都喜欢。孟郊耳尖一红，伸手环住我的腰，把脸埋在我胸口，像只终于找到归宿的小猫，又轻抚他的后背。前世的悔恨再次涌上心头。我曾被陆一白和江江蒙蔽，一次次逃离他，伤害他，甚至以死相逼让他放我走，才看见他坐在轮椅上，守着我的墓碑，哭到晕厥。那场火灾，他为了救我，落下终身残疾。我直到死后才知道，他倾尽所有护我周全，我却把他的真心踩在脚下，我再也不会让他受半分委屈。助理识趣的退了出去，房间里只剩我们两人。孟郊抬头看着我，眼神认真。阿晨，我不想失去你，你永远都不要离开我，好不好？我握紧他的手，指尖摩挲着他细腻的皮肤。不会了，这辈子、下辈子，我都只守着你。没过多久，顾念念就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，一进门就嚷嚷：三姐，江江那女人彻底垮了！我挑眉示意她说下去。顾念念一脸解气：她毁容后四处求医，钱花光了也没治好，想找陆家帮忙，结果陆家自身都难保了。我早就算计好这一切。陆一白被我重伤后，伤口反复感染，落下终身颓疾，再也站不起来。伤完心疼儿子，四处求人，却因之前太过刻薄，无人相助。陆彻的生意本就依赖孟家，我授意孟家断了所有合作，他的公司瞬间破产，负债累累。曾经高高在上，把我当下人践踏的陆家，如今落魄不堪，整日被债主追讨，连温饱都成问题。这是他们欠我的，也是欠孟郊的，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至于江江，这个前世挑拨离间人，害得我和孟郊生离死。别的女人被毁容后生命浪迹，再也没有勾引男人的资本，最后流落街头，成了人人唾弃的小兵。恶人自有恶报，我和孟郊终于可以彻底摆脱这些污秽。孟郊看着我，眼底没有丝毫责备，只有心疼。以后别碰危险的事，想做什么我来。孟老爷子起初对我充满戒备，觉得我是孟郊的劫难。可看着孟郊因为我躁郁症再也没有发作，整日眉眼带笑，状态越来越好，他终于松了口。某天，老爷子把我叫到书房，递给我一份孟家产业授权书。阿晨，交就交给你了，孟家的一切都是你们的。我郑重接过，一字一句承诺。爷爷，我会用性命护着娇娇，一辈子对她好。日子一天天安稳下来，半山别墅里满是温馨。孟郊学着助理教的方法，笨拙地给我准备惊喜，记得我所有的喜好，会在我出门时紧紧牵住我的手，会在我做噩梦时轻轻拍着我的背安抚我。我们会在清晨一起看日出，傍晚依偎着看晚霞，手牵手逛遍温城的大街小巷。顾念念彻底放下戒备，成了我们的专属助攻，经常来别墅蹭饭，看着我们恩爱，嘴上吐槽，我们两人酸掉牙，眼底却满是真诚的祝福。他总说：凌晨，你现在简直是宠妻狂魔，跟以前那个混小子判若两人。我搂紧孟郊，以前是我瞎了眼，现在要把所有温柔都补给他。半年后，我在半山别墅的花园里，用漫天星光和玫瑰向孟郊求婚。我单膝跪地，拿出亲手设计的戒指。娇娇，余生漫漫，我想和你岁岁年年，永不分离。孟郊泪流满面，用力点头。我愿意啊，晨，我永远愿意。婚礼盛大而温馨，孟老爷子笑得合不拢嘴，顾念念忙前忙后，所有人都在祝福我们。我看着身穿婚纱的孟郊，她美得耀眼，眼底是藏不住的幸福。我知道这一世我终于弥补了所有遗憾，给了他一个圆满的结局。婚后，孟郊彻底摆脱了躁郁症的困扰，我陪着他打理孟家产业，一起做公益，帮助那些和我们一样曾深陷苦难的人。陆家早已湮灭在人海。夜深人静，我抱着熟睡的孟郊，轻轻吻他的额头。前世血海深仇已报，今生爱人在侧，岁月安稳。我重生而来，不为复仇，不为荣华，只为守护这个用生命爱我的女人。往后余生，风雪是你，平淡是你，我
和荣华是你，终于迎来了属于我们的岁岁长安，永不分离。